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殡仪馆新送来一个死人，是前几天来找我示威的小三。我检查小三时发现她怀孕了，手腕上还有顾燕的纹身。林女士，您涉嫌一起杀人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他们都说小三是我杀死的。我苍白地看着顾燕，我没有杀人。顾燕冷眼睥睨我，你又不是没前科。后来我因为无罪证被释放了，在殓葬馆工作时，冰柜里的小三突然站起来，顾燕搂着小三嘲讽我时，我正躺在棺材里。燕哥，好几天没见到嫂子了，她那个工作跟死人打交道，能出什么事？再后来，顾燕疯了一样要求开馆，看到棺材里女人后背因救她而留下的疤痕时，她彻底疯了。叶青青死了，他们都说是我杀的。以往温柔似水的顾燕，此刻冷眼睥睨我，你又不是没前科。我心房一颤，情绪当即失控。就因为我杀过人，我就一辈子都会杀人吗？我婆婆立刻添油加醋，你们看，他这样情绪失控的疯子，肯定是杀人凶手，快把他抓起来。提到杀人，我脑海里不断冒出那段前科。就在这时，冰凉的手铐铐住了我，我被拘留了。你好，请问有吃的吗？被关押的第二天，他们连口水都没给我喝，我嘴唇干裂，浑身无力地坐在地上。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过来，一声冷笑：你天天跟死人待一块儿，胃口还这么好，这种心理变态啊，哪是我们能理解的。听她婆婆说她有精神病呢。另一个男人逗狗似的拿着一个白花花的大馒头放在我面前，想吃吗？我无视他们的嘲讽，看向馒头，下意识伸手去抓，我抓了个空。两个男人却同时哄笑起来，一个神经病杀人犯还想吃东西，你吃得下去吗？馒头被毫不留情丢在地上踩烂，门啪一声被打开，另外两个男人提着木棍进来，我惊恐地看着他们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不是想吃东西吗？请你吃棍子怎么样？啊！一棍又一棍毫不留情落在我身上，我被打得浑身是伤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眼冒金星，几乎失去意识。这时，一个男人端来一碗水，2天没见水，我渴得要命。我本能地翻过身去端那碗水往嘴边送，扑面而来的刺激味道让我下意识作呕。他们肆无忌惮地讽笑：老子的尿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极度的疼痛和缺水，我气得眼泪都出来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男人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当然是顾总吩咐的，要好好招待你。铁门被关上，留下伤痕累累的我和一碗臭水，眼泪不断划过。我在地上匍匐，艰难地伸出手，用力去够门外被踩烂的馒头。我被关押了整整10天，出来时人瘦了一大圈，身上没一块好地方，腿也瘸了。顾燕看到我时没有半分关心，甚至吝啬一个眼神。我婆婆看到我出来，不解地追问：他可是杀人凶手，凭什么把他放出来？抓人也是要讲证据的。警方给出的回答是暂无证据，不能继续关押。但我婆婆还有叶青青的家里人都认定人是我杀的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杀了我女儿和我外孙，还想逍遥快活。他们这么一闹，不少围观群众都前来看我。原本就怕人的我，遭受10天非人的对待，更加惧怕群众视线。我下意识躲藏，捂住自己的脸。我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一个在殓葬馆工作的能是什么好人？儿子啊，妈早就跟你说别娶这种晦气的女人，现在好了吧？孙子没了，我们家的名声也毁了。哎呦！叶青青的母亲头上贴老大一块渗血纱布，
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杀人凶手害死我女儿，还打伤我，他凭什么被无罪释放？我女儿跟我外孙就这么白死了啊！”说完，他一拍屁股一撂腿，坐在门口大嚎起来。不少人对着我指指点点：“哎呦，真是相由心生啊！你看他这样子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还在殓葬馆工作，80%是心理阴暗，里面的罪犯都看不下去揍他了，一定是他干的。要是没杀人，他这样心虚什么？千言万语的污蔑辱骂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抱着最后的希望，抬头看向顾燕，认真地问他：叶青青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？顾燕像看不见我身上的伤，语气十分不耐：你整天跟个死人一样，郁郁寡欢的，把我当什么？看着顾燕如今的模样，我惨淡一笑：我变成这样，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当初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顾燕刚做生意，欠了很多钱，被人追债，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他还债，还是不够，债主要砍断他的手脚还债，是我救了他，是我用自己的身体救了他。他们侮辱完我，还要对我品鉴一番，这娘们真骚啊！上赶着来献给兄弟几个。就是啊，你没看他刚才那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哈哈哈哈哈！而我的丈夫顾燕就跪在一旁看着，目睹了我被羞辱的全程。悲愤与屈辱之下，我甚至想要去自杀。那2个人恶趣味地看着我，不断挑衅：你看他，离了咱俩都不能活了，要不再宠幸他。就这样，我搬起石头狠狠砸在那人脑袋上，失手杀了人，因此有了前科。从那以后，我得了抑郁症，害怕与人接触，才选了只用接待死人的殓葬馆的职业。顾燕当初力排众议，说什么也要娶我。她说，没有当初的我，就没有今天的她。可是现在，她嫌我抑郁，嫌我沉闷。我点点头，眼泪划过脸颊，不再挣扎。我同意离婚。我身上的伤还没好，就赶去工作。老板直夸我敬业。老板不知道，也只有在殓葬馆，在人人喊晦气的停尸间，我才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平静。面对死人，总比活人好，最起码死人不会费尽心机想迫害我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答应离婚之后，叶青青的死亡案突然间就跟我没有关系了，警方甚至也不再调查。不过，我也不想再跟顾燕有关的任何事搭上关系。叶青青的遗体还被存放在我们殓葬馆，目前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叶青青的身体从外观上看不出有任何伤痕，应该是服药致死。至于原因，我不知道，也与我无关。我们馆长一向对我很好，知道我受伤，还特地给我送来药酒，让我安心做事，不要受流言影响。心意啊，今天有个大单子，你一定要做好了，奖金不会少的。殓葬馆接待的客人们通常会对亲属的身后事处理有一些特殊需求，在能力范围内的，我们都会尽量满足。比如这次去世的是江城有名的金融巨鳄贺林洲贺先生的父亲。我知道消息时，不免怔愣了一下。小时候见过贺伯伯，很爽朗风趣的中年男人，还抱过我。没想到这么早就去世了，跟我父母一样。贺林洲命人把贺老的遗体送过来时，顺带送来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，整理好仪容之后，把老人家放入馆内下葬。这是贺林洲指定的要求。贺林洲来殓葬馆时，我全程没有出现。这个父母曾经指配给我的相亲对象，我现在实在是无颜面对。贺伯伯跟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，也是死于心血管疾病。看着贺伯伯的遗容，我不禁心痛。父母对于我选择跟顾燕而失望至极，以至于死后都不让我再见一面。
我抑郁症不久后收到父母去世的消息，那是我确诊后第一次出门，却被自家保镖拒之门外。我怀着尊敬的心情，用毕生所学帮贺伯伯整理仪态，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恭敬敬对待贺伯伯。前面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到最后一步，我收工具时，却隐隐听到有脚步声，心脏骤然收紧。在炼葬馆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幻觉。此刻天已经晚了，停尸房里寒气阴森，不免有些吓人。我不由得加快收拾的速度，心脏砰砰不止。一道影子在我面前出现，并缓缓拉长时，我下意识捂上嘴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是叶青青。我回头一看，叶青青的头发上还结着冰霜，淅淅沥沥的水流往下滴。我惊恐地看着眼前人，惊讶地说不出话。你，叶青青露出一抹瘆人的笑。林心逸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顾燕不仅想跟你离婚，还想要你死。不可能，我救过顾燕，即便我们之间没了感情，她也不可能要我死。你不是。剩下的几个字我没有再说，因为此刻真相就站在我眼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心逸，你还真是傻得可怜啊！你要是死了，你的财产不就都是我和阿燕的了吗？叶青青眸色一深，抓住我的手指，奋力把我推进身后上好的楠木棺材里。啊！我毫无防备，整个人翻滚进去，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，手指瞬时疼痛的颤抖不已，鲜血不断涌出，我疼得直冒冷汗，艰难地撕扯下衣服，裹紧手上的伤口。楠木棺材是特制的，在我进入的那一刻，棺盖以极快的速度关上，夹断了我的手指。叶青青得意地拿着我沾血的断指，在离婚协议书上摁下手印。我会告诉阿燕，他的好妻子宁愿自断手指，也迫不及待想跟他离婚。叶青青，你疯了吗？快放我出去！我忍着疼痛拼命拍打棺盖，叶青青却再也不搭理我。啪嗒一声，是我的食指掉落在地，整个停尸房陷入一片死寂。我被关在棺材里，任由如何叫喊，也没有人搭理。恍然想起棺材是特制的，我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所有的声音，外界却听不到里面的声音。手指还在不住冒血，我已经脸色发白，几近晕厥，巨大的窒息与恐惧感袭来。我坐在有限的空间里，不住发抖，不住想到被侵犯的那一晚。停尸房的冷气透过棺材侵袭，我失去所有希望，彻底昏死过去。醒来时，感觉自己在移动中。贺林洲来交代时说过，贺伯伯的棺材在1天后会被抬走举办追悼会。追悼会就是我求救的好时机。追悼会现场，我听着外面的熙熙攘攘，感觉自己被放到了灵堂中央。哀乐悲鸣中，我听到了顾燕的声音，她搂着叶青青嘲讽我时，我正躺在棺材里。叶青青似乎是故意的，带着顾燕靠近我身边。阿燕，装死那几天可闷坏我了。顾燕的声音十分温柔，青青，委屈你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娶你进门。燕哥，好阵子没见到嫂子了。顾燕语气轻薄，她那个工作跟死人打交道，能出什么事？顾燕的话如停尸房的冷气，一阵阵透过断掉的指尖进入我的心房。我的心沉了一阵又一阵。叶青青黏在顾燕身边，娇滴滴古灵精怪的一句又一句，惹得顾燕连连调笑。叶青青活泼可爱，跟我完全不同。是啊，谁能受得了我这样一个闷不成声的活死人呢？可是顾燕，你腻了我，就要杀了我吗？眼泪随之滑落。这时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入耳：顾先生，
听说顾夫人跟你伉俪情深，当初为了帮你还债，才得了抑郁症。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？”叶青青得意洋洋地反驳：“贺先生，你口中的顾太太可是个杀人凶手。”“哦，是吗？她杀了谁？你吗？我？”叶青青哑口无言。顾燕脸色惨白，拉住她的手：“贺先生说的是，贺林州走了。”叶青青不满地闹脾气：“阿燕，你干嘛？你就允许他这样说我？”顾燕厉声呵斥：“别说了，每家人对于殓葬的要求不同，有的是火化，有的是下葬，而贺伯伯的棺材将会在3天后下葬。我来不及伤心，趁着人多的时候，立马奋力拍打棺材，用身上最硬的骨头去撞。我撞到手上的伤口再次迸开，血流不断，撞到浑身疼痛，叫到嗓子干涸。可直到我精疲力尽，一度瘫软，都没有一个人发现棺材里的异样。虽说商量好离婚，但我除了顾家无处可去。顾燕也知道我不爱出门，离婚协议办下来之前，我都是住在顾燕那里，一连好几天没有我一丁点的消息。再加上贺林州的那番话，顾燕急了，她拼命给我打电话，打不通就去殓葬馆问馆长，可大家都说没见过我。顾燕不信邪，又跑去问我婆婆，问叶青青的家人。我婆婆把她一顿数落：“儿子，你是吃了还是傻了？那种晦气的女人没了就没了，你还管她干嘛？”顾燕急了：“妈，你胡说什么？就算心意这么多年没有生下孩子，也是她救了我，是她当初救了我。”说到这，顾燕心脏一阵阵抽痛，她不禁反思自己怎么会这么对待她的妻子。从婆婆那里出来一无所获，情急之下，顾燕想到了最后一个人：“青青，你那天从殓葬馆出来，有没有见到心意？”叶青青眼神闪躲：“没有啊，我怎么会见到他？”顾燕急得直抓头：“那他人呢？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？”顾燕说着又要跑出去找我，叶青青却抓住她：“阿燕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希望他消失得干干净净吗？”顾燕愣住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叶青青娇媚一笑：“阿燕，光是离婚怎么够？林心义要是死了，他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当初因为舍身救顾燕，我丢了清白，还杀了人。父母一气之下跟我断绝关系。可是前2年父母重病，去世前还是把财产都留给了我。”此刻顾燕暴躁的要发疯：“什么死了？我问你他人呢？”叶青青被顾燕吓到，哆哆嗦嗦：“在贺家的棺材里。”“什么？”顾燕恍然后退几步：“那天的棺材里躺着的不是别人，是我。”顾燕疯了一样抓住叶青青的领口：“你不是说心意心甘情愿离婚的吗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”“阿燕，你为什么要凶我？”叶青青说不过，就开始装可怜。顾燕抛下他，立刻冲往贺家。叶青青却一把抱住他的腿：“阿燕，贺家的棺材今天都已经下葬了，你去也没用了。”“你胡说，他不可能死。”顾燕甩开叶青青就要走，叶青青哭着叫住他：“阿燕，你不要我跟宝宝了吗？我只要林心义。”贺林州带着一众人等在贺家祖坟进行埋葬仪式，准备下葬。棺材被抬起，即将放入土内的那一刻，顾燕冲过去大叫：“不许下葬！我老婆在里面！”贺林州冷冷看一眼顾燕，仅一个眼神，2个保镖就上前拦住顾燕。仪式继续。贺林州的冷漠是出了名的，一般人也惹不起。此刻顾燕却什么都不顾，十分卑微的哀求：“贺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我老婆在里面，不能下葬。”贺林州一声冷哼：“这可是我父亲的棺木。”顾燕额头冒汗：“我知道是我冒犯了令尊，
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，能不能麻烦您先开馆？”众人议论纷纷。贺家族老发话，简直荒谬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保镖抓住顾燕就往外丢，顾燕不走，他们就下死手打他。贺先生，您想把我怎么样我都认，能不能麻烦您先开馆？心意在里面，他会死的。顾燕躺在地上，被3、4个人拳打脚踢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只是坚定到让族老都疑惑。求你开馆！贺林州冷漠转动手上的戒指，你凭什么认定你妻子在里面？顾燕被问道。他流下悔恨的泪水，是我鬼迷心窍。顾燕爬着来到贺林州脚边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希望还有机会能挽回。贺先生，求您！贺林州一个手势，保镖要上前开馆，各位族老阻拦。林州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是啊，开馆可是对你父亲的极其不尊重啊！我自有分寸。开！棺材被缓缓打开，顾燕浑身是血的爬到棺材边，众人诧异地看见棺材里本该的尊尊老者变成了妙龄女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心意！保镖把棺材里的女人捞出来，女人面朝地趴在地上。顾燕疯了一样把扑过去，她颤抖着手想翻过，却又不敢。最终，顾燕咬着牙掀开了女人的上衣，女人后背赤裸，侧腰有一处百合花纹身，纹身下的皮肤凹凸不平，是我当初被人强暴时留下的恶疤，是顾燕亲手帮我刺的百合纹身。她说，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俩永远百合交好。看到这一幕，顾燕彻底心死。心意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顾燕一个大男人毫无形象地扑在棺材边嚎啕大哭，而我坐在贺林州的书房里，看着监控里的画面，面无表情。林小姐，顾氏集团的股东已经召集完毕。我关掉监控，掀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告诉他们相继给顾氏集团撤资，不用手下留情。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，没有人知道，在追悼会之后，我就已经被贺林州放出来。贺林州从下葬现场赶回，看着我刚缝合好的手指以及身上未好的伤，他的语气里透露出担忧。心意，你还好吗？我瞳孔微颤，点点头。贺伯伯的尸体，贺林州走近，自然地把手搭在我头上，已经让人处理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爸生前最希望的就是我能娶你，为你做点牺牲，不算什么。对于贺林州的靠近，我下意识闪躲，不是躲他，是躲所有男人。贺林州看着我的小动作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看着自己被接上的断指，眸色幽深。接下来是该收拾收拾叶青青了。贺林州的手下查到叶青青今天下午在商场中心逛街做 SPA。我来到 SPA 室，看着叶青青悠闲地趴在床上，拿出贺林州命人为我准备好的针管。叶青青隔壁床上还躺着她的好友。青青，你马上就要是顾太太了，我们可要好好庆祝庆祝。叶青青语气傲慢。那是林心义那个没用的窝囊废，死都死了，阿燕就是伤心几天也无妨。很快林家的财产都会归我所有。就是啊，他连个蛋都不会下，整天死气沉沉的，跟停尸房里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无视他们俩的刻薄，吸取药液。叶青青的声音再度响起，我最近腰有点酸，你可给我按摩仔细点儿，我可是有身孕的。我看着叶青青趾高气昂的样子，淡漠开口：好的，小姐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叶青青惊恐睁眼，只是还没来得及抬头，那一针已经戳进她的身体里。叶青青当即不省人事，她的好友惊恐地看着我：你
你是人是鬼？我冷漠一笑，以后记得嘴巴放干净点，是人是鬼都不一定会像我这么好心放过你。处理完叶青青的事，回到贺家时，贺林洲在门口迎接我。我看着他脸上似笑非笑的浑然表情，心里有些没底。你觉得我太过分了？贺林洲走近，虚抚住我的肩头，摇摇头。心意，我觉得你还是太善良了。到客厅时，客厅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。林小姐您好，贺林洲介绍，这是我给你找的心理医生。心意，你不用一直活在过去的煎熬里。我的心咯噔一下，从前顾燕也跟我提过，要给我找心理医生治疗，可我统统拒绝了。我以为只要我能躲在顾燕的身后，能躲在殓葬馆里面，这一辈子都不用再面对别人。可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顾燕的身后不再有我的位置，殓葬馆的工作也成了大家唾弃我的理由。我决定接受心理治疗，决定彻底摆脱过去。我接受了第一次心理治疗。贺林洲这个冷漠无情的大忙人，难得有耐心的全程陪在一旁鼓励我。晚上，我来到殓葬馆，来到关押叶青青的地方。叶青青被捆坐在地上，还是十分嚣张跋扈。我看向叶青青嚣张的嘴脸，又看向另一边的特制棺材。叶青青，你知道被关在里面的滋味有多不好受吗？尤其是断指，血流不止被关在里面，带着我抑郁的恐惧被关在里面。叶青青的眼里瞬时冒出一丝惊恐，随之逝去。林心意，你居然没死，怎么样？被夹断手指的感觉如何？我下意识看向自己的伤口，十指连心，被生生夹断，自然是不用说。叶青青冷笑一声，你知道结婚这么多年，顾燕一直嫌你脏吗？你还装纯情，不让她碰，她都恶心死你了。我原本还犹豫过，叶青青肚子里还有孩子，即便她有罪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但现在她恶毒的话让我忍无可忍，动手。手下帮我把叶青青捆在停尸床上。叶青青鬼喊鬼叫，你要干什么？林心意。叶青青躺在冰冷的停尸床上，一如那天我第二次看到她那样，只是此刻停尸床上的人面目狰狞，口中脏话不断，恨不得吃我的骨肉，喝我的血。我一字不语，拿出一把精细的手术刀。叶青青恶狠狠地瞪我，眼中的惊慌无处遁藏。你敢动我，顾燕不可能放过你的。叶青青，你看清楚，现在拥有话语权的人是谁？顾燕现在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有本事管我？你不就是仗着肚子里有孩子吗？我掀开叶青青的上衣，手术刀轻抚她的肚皮。你要是没了这个孩子，顾燕还会在乎你什么？在乎你尖酸刻薄，在乎你恶毒丑陋。就在这时，顾燕冲了进来。叶青青像是看到救命稻草，哭哭啼啼看着顾燕。阿燕，救我！顾燕眉头紧皱，站在我面前。叶青青还在不断添油加醋。阿燕，你快看她这个恶毒的坏女人，她想杀了我们的宝宝。阿燕，顾燕忽然夺过我手里的手术刀，我愣神地看着她，看着她手里的手术刀。叶青青立马来劲，阿燕，快了结她，快杀了这个坏女人！顾燕看着我的眼神从怒气忽然到哀求。心意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样的事怎么能让你动手呢？顾燕抓着手术刀，毫不留情地亲手划开叶青青的肚皮，鲜血浸染顾燕的西装，溅到她的脸上。惨绝人寰的叫喊声透彻整个停尸房。叶青青脸色惨白。林心意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叶青青的孩子没了，顾燕却还不满足。是我不会放过你，
谁允许你伤害心意的？顾燕拿着手术刀，奋力切下叶青青的食指，一根又一根。叶青青痛到连骂我的力气都没有。顾燕脸上挂笑，满身是血的向我邀功。心意，你有没有好受一点？我看着眼前几近疯魔的男人，面无表情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不可能原谅你。叶青青被留在停尸房里自生自灭，顾燕甚至亲手把她关进棺材里，关进隔音效果极好的棺材里。血腥的一幕，血腥的味道引起我难堪的回忆。我迫不及待跑出去，离开这血腥的地方，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。顾燕紧随其后。心意，你等等我。我刚跑到大门口，贺林洲这时突然出现，抱住我。顾先生，请自重。顾燕满身鲜血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跟贺林洲亲密接触。心意，你……我避开他炽热的目光。我跟顾燕结婚多年，因为那件事，我有心魔，他很少有机会碰我，就连普通的接吻牵手，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很抗拒。可如今，我却能无差别跟贺林洲亲密接触。一切可怕的事情结束，我全身心投入心理治疗。我的治疗进程算是有进展。离开顾燕，离开殓葬馆，我不再像从前那么沉默寡言，偶尔也会主动开玩笑逗贺林洲一笑。只是心理医生每每触及我被侵犯过的那个问题，我还是会很痛苦。为了让我彻底放下心魔，贺林洲决定带我出去走走，换环境，换一个新的环境疗伤是个不错的方法。心理医生也非常建议贺林洲带我来到一座漂亮的小岛，这里人烟稀少，环境浪漫静谧，很适合我休养。我在小岛上住了近1个月，越来越像从前，像事情发生之前，遇到顾燕之前的样子。顾燕再次找到我，这时候他的公司已经支离破碎，因为股东们集体撤资，资金周转不开，各项目都出了问题，已经无力回天。顾燕破碎地看着我，心意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，能不能回到我身边？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看着曾经挚爱我的丈夫。顾燕，回不去了，早就回不去了。在你第一次出轨叶青青的时候，在你第一次嫌弃我沉闷瞧不起我的职业时，就已经回不去了。也许从我救你的那一天起，就注定我们要分开。我以为顾燕会知难而退。夜晚，顾燕在海滩边准备了蜡烛鲜花，是我们的求婚现场，是顾燕当初力排众议不管不顾要娶我的求婚现场。顾燕一脸希冀，穿着极为正式的西装，手捧鲜花向我告白。心意，你还记得我们的从前吗？我答应过，会爱你如命，会疼爱你一辈子。我淡漠地看着顾燕，看着我曾经爱得波涛汹涌的男人。可是顾燕，想到我们的从前，我记得的只有我为了你被人强暴，为了你跟父母断绝关系，为了你被婆婆辱骂，被众人瞧不起，甚至被你嫌恶。我为顾燕杀了人，而顾燕嫌我沉闷，背叛了我，还想把我送进监狱。可你什么都没有做到，我为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转身离开，回到海景别墅时，贺林洲在门口等着我。看来不巧，贺林洲脸上挂笑。我下意识看向他身后，精心准备的红酒晚餐和求婚戒指。你怎么知道不巧？我走到餐桌边，主动拿起桌上的戒指盒。贺林洲凑近，从背后环抱住我。欣欣，我早就想为你戴上了。在景色秀丽的海岛，我跟贺林洲度过了属于我们的浪漫夜晚。回到江城，贺林洲把当初强暴我的人抓起来，化学阉割送进监狱。狱卒里曾经欺负过我的人，
是叶青青找的。贺林州把一干人等，包括污蔑过我的叶青青的父母和我婆婆，全部以诽谤罪送进牢里。而顾燕因为股东集体撤资，破产欠了巨额债务，被债主追打。这一次他走投无路，再也不会有林心义救他。我跟贺林州结了婚，在贺林州的陪伴下，在心理医生的治疗下，我终于克服心魔，变得活泼开朗，还生下一个宝宝。孩子满周岁那天，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我父母的坟墓前。爸妈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失望，我会好好生活，你们在天上也要好好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